好的，观众朋友好，那这就是周末直播问答哈，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得见？南方我在Eagle Pass 的这个 hotel 里头哈，或者 motel 里面给大家做直播，大家听得见吗？听得见的话，请打字好不好？因为我就是基本上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哈，我希望能够大家听得清楚。如果听得见可以的话呢，请打个字。那么这个节目呢，它是一个直播问答哈。那就是说一周以来，大家关于美国，当然美国、中国都行了，美国我算比较熟一些哈。关于美国的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打字进来哈。那么我基本上就是针对这个事情来做一个解答。好，那么这个大家能听见吗？留下言好不好？能够听得见的话，现在有多少人在听啊？是不是没有人啊？没有人就比较惨，那我就还得怎么样？要拖一拖哈。好，其实新田也跟方伟在一起，他现在在旁边帮我这个看着问题。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好，这样子哈，我是想，因为这个节目主要是用来做直播问答。那么在这之前呢，我有个主题要说，为什么？因为今天我跟新田来到这个德州的叫做 Eagle Pass，Eagle Pass 来做这么一个现场的一个叫做采访了解。在大概5天之前，Kit Low 说听见，谢谢啊，罗先生啊，加油，谢谢，一起加油，还有谢谢 Janice。好，那我们就说一下哈，这个5天前，在这个叫弗吉尼亚 Beach， 弗吉尼亚 Beach 是一个城市哈，弗吉尼亚 Beach 出发了一个叫做一个车队，这英文叫做 Take Our Border Back Convoy。那 convoy 怎么翻呢？我把它翻作叫做卡车部队，因为他也说他们是 God's Army。God's Army，OK， 这一支部队啊，所以我把它叫做卡车部队。那卡车部队从这个弗吉尼亚出发，为什么在弗吉尼亚？待会儿我讲哈，因为基本上这个卡车部队它到底前后左右是怎么回事，那我跟新田都有搞清楚哈，所以现在原汁原味的给大家来说一下。从弗吉尼亚出发，然后再经过去到佛罗里达的 Jacksonville， 再从那去往西边来到路易斯安那，然后再越过路易斯安那的边境去到这个德州。那么就在德州的叫做 Eagle Pass 啊，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哈，争议不断的联邦和德州政府较劲儿哈，这个叫做什么？这叫什么来着？火星撞地球的这个地方哈。那么在 Eagle Pass， 那当然有点过分了，没有火星撞地球啊。好，那就是来这个地方呢，就是做一个集会啊。那因此呢，那我跟这个新田就有赶过来，我先给大家先看一下哈，我们进到 Eagle Pass 是什么情形啊？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看一下。好，对，基本上我们是对不对啊？这个哈，对的吧 ？OK， just park anywhere。对掉，你没有从头。对，就这么点儿哈，这不对头啊。这样吧，我重新再来放一遍。好，来，我们就看一下，这是我们去的。其实这个地方并不是 Eagle Pass， 对，叫 Comado， 叫 Comado， 什么意思哈？这就是我要讲的今天第一个点。因为这个来自于这个一路上哈，从东部主要是来自于东部的这个大卡车司机，也不光是大卡车，它那种中卡也有，连轿车也有。那么浩浩荡荡的沿着就是从东边过来哈。很多的左派主流媒体叫左流媒体，就把他们描绘成又是一次1月6号之类的暴乱，这帮家伙到德州来是不是又想造反啊？又想怎么样哈？因此想要去阻止非法移民啊，想阻止非法移民，想跟非法移民这个叫做这怎么讲呢？就是武力阻止之类的哈。于是呢就变成他们就要避嫌于是就跑到刚才那个叫什么？Comado， 在 Comado 这个城市呢，在这儿的举行了一个集会那这个地方呢，他挑了一个公园，这个公园的名字叫做，给大家看一下哈，这公园的名字叫做 Cornerstone Children's Ranch。Cornerstone 这叫基石是吧？奠基石哈，基石叫做儿童农场。对，他们其实挑这个地方也是有原因的。记得吗？对，他是有说哈。对，就是因为他这是属于对老夫妇的农场，他们多年以来呢都是就是收养啊，可能供一些很多的孩子哈，都是落难的孩子，提供他们吃住啊等等的，就等于是做慈善事业的。结果就是因为疫情，对，就不得不关闭，被迫关掉，到现在也没恢复了。对，没恢复过来，其实就是处境是非常艰难的。
然后呢，他们就愿意提供这个地方给这次的这个车队作为他们的集会地点，同时呢，这个集会也给他们就是筹款，对对对，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来恢复他们以往的这种经营。对，大家听到这个声音从哪儿跑来的哈？这是新田的话外音啊，他就在我旁边，因为这个我们是说实话，只有一个椅子，两个人凑不在一块儿。新田露个脸啊 ，Hello everyone， 好吧，刚才新田说话听不听得清楚哈？清楚也打个字好不好？哎，主方舟是躺平族哈，哎，你好，这个老朋友了哈，欢迎来到这里。好了，我们说一下啊，结果呢，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呢，一对老夫妻就在这个农场的一个什么大仓库里头，就做很多烤鸡啊，烤鸡给大家吃，然后是给大家吃，大家多少钱呢？不收钱啊，没有价，这么说没有价，可是你吃了之后你捐钱，就这个意思啊。总而言之吧，就是互相都是善意相待。那么这个地方叫做 Cornerstone Children's Ranch。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活动本身呢，叫做大家看到它的 banner 哈，叫 Take Our Border Back Convoy。Take Our Border Back 就是把边境夺回来的这么一个卡车部队哈，就这么个概念啊。这个活动呢，那我就采访了他的主办人呢，他主办人叫做罗伯特 A.G 哈，罗伯特 A.G 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德州牛仔啊。哎呀，可惜照片我这个补不上来哈，看待会新田能不能把这个德州牛仔，叫做罗伯特 A.G 找出来哈。我就跟他讲说你怎么回事哈？怎么把它弄起来的？他说就花了3-4个星期把它弄起来。当初怎么起来的呢？他是他这个教友，他是个基督徒嘛，那个教友就跟他去说，这个罗伯特 A.G 非常非常的虔诚的基督徒哈，人家跟他说，他就觉得是神的呼唤，他就觉得哎，就是该做这件事情。那么他在当时哈那个。怎么讲？这个上次那个大选的时候呢，他自己是个合同工哈，他是一个建筑合同工或者建筑合同商，英文叫做 contractor。那么就是因为因缘际会的哈，他就是这个怎么讲，在媒体上曝了光，后来别人就要找他，他就通过媒体发出的呼吁啊，他就募了60万美元，在德州各地啊打上支持川普的那个叫做什么公路看板。于是就从那儿一举成名。这次呢，人家就去找他呢就基本上就是从那他就一切都是他说这神的呼唤哈，一切顺其自然吧。噼里啪啦就3个星期就全部弄起来了。那至于说为什么这个车队要从弗吉尼亚这个叫做弗吉尼亚海滩出发，弗吉尼亚海滩就是靠近弗吉尼亚当初的这个1607年的这个登陆的哈，这个英国殖民者登陆的詹姆斯镇。在登陆之前7天呢，他们拟定了一个叫做 Declaration of Covenant， 什么意思？就叫做公约宣言，就是基本上登陆的这个居民哈，在登陆之前，那么做了一个公约，就是人民相约而治哈。这个概念其实我没有听说过哈，那么当然我们都是很熟悉的，我跟大家讲过的，就是在这个 Mayflower 哈，对不对？在这个普莱茅斯的五月花，他那里做的一个叫做五月花公约。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詹姆斯镇也有一个叫做这个詹姆斯镇的公约。那么在那里就奠定了公民相约而治哈，这就是美国这个宪法的这么一个这个叫做什么来着？一个最前身。好嘛，那么因为这个呢，他就从那开始哈，然后再经过这个佛罗里达州，再经过路易斯安那州，再去到这个叫做 Texas 哈，在这里就做。结果跟大家说个事儿哈，进来在这个门口就出现了很多我给大家看一下吧，先看一下那个大概是这个场景是什么情形，大家看一下啊。就我们就进来了哈，这是一个舞台。那么舞台呢，待会儿呢，这个新田拍的哈，他会把它拍一下，看看这个场景，大家看一看哈，大概是2000人的样子哈。因为他说是2000人的样子，大概车子我觉得差不多是1000辆车子，我的感觉1000辆车子2000人，那么这就是整个的这个叫做卡车部队的一个高潮。对，我补充一下，就是他们其实在今天同时在3个地方做这个集会，除了在德州的这个 Colorado， 另外呢还在亚利桑那和加州同时也在做这个车队的集会，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就来不了德州嘛，对，因为他们一直从 Virginia Beach 这样过来，有的人就留在加州跟加州当地的人，对，有的人就停在了 Arizona， 跟 Arizona 当地的人一起。
对，等于是3个现场哈，然后呢，他们是想是怎么做呢？他们是想说那个3个现场切换镜头，好，这边讲完大屏幕，他就弄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LED 的一个屏幕墙，那么把别的另外2个地方的发言人再带进来，然后讲完之后再换一个地方，然后再回到现场。但是呢，因为德州阳光很大，这就是人算不如怎么讲，就是没算好哈，阳光太大，那个 LED 那个屏幕啊就太淡了，显不出来。这件事情就没做成，基本上就是还是就地的这个演讲者一个接一个的来。那总而言之吧，我跟他说所有的问题我们都问了哈，会做成仔细的节目，今天就不多说了，因为今天主要的目标呢是一个直播问答哈。已经有朋友提问了，要先说吗？好，这样讲，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问了什么问题？先跟大家讲，我问了说，这个边境问题有多严重？我们找到了这个旧农场。就在这个河边上的农场啊，对他们家的影响是什么？对他的冲击是什么？以及说这个拜登为什么要这么做哈？为什么明明可以把边境管住，就是不管住？以及说他们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以及包括这个德州德州跟联邦对峙之后往下会发展成什么？全都问了，非常好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对，也是非常更好的答案是吧？基本上我就全部都搞清楚了。那这个节目呢，我今天就不在这详细去说，除非待会有时间。今天主要是一个直播问答，对不对？1周嘛，一般我都本来想说是星期天的下午的8点钟，晚上8点钟，因为呢那个时候正好坐飞机，所以也想这个星期不能缺位，所以在这个时间来补一下哈。谢谢大家能够撞到这个节目哈。德州还没打起来嘛？江南的城市，德州还没打起来嘛？还没打起来。再搞下去要打起来了，真的要打起来了啊！那现在没打起来，好吧，来，那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就赶快打字过来哈，我们就来问这个提问。好，对，有一位朋友啊，他的名字叫老男人，说有没有可能再出现拜登曲线？有没有可能再出现拜登曲线？你要问方伟的话呢，一定会出现拜登曲线这样的事情，只是呢，他这个曲线他显然会做得更加平顺。我说这个话，当然大家很多人听得很难过哈，真会这么做吗？真的有可能 ，OK， 真的有可能，不是有可能吧？我觉得几乎是一定会这样做的。我跟大家讲过哈，那个就是说整个的南部边境这件事情，现在成了美国的第一件事啊，已经超过了这个叫做通货膨胀带来的困扰哈，超过了经济对选举的这个决定权。南部边境门户大开，那么现在这个有的官方说是涌进来600万，我认为是1200万，今天居然有人说是2400万。OK， 大家知道投票哈，投票那么这个2党上次还是7000万对8000万，结果来一把2400万，那还得了啊？但是呢，就这么强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公关，说白了，我觉得对拜登是个负面公关。第一个，你看拜登老神在在的，他根本就不太在乎，他还是就不关门，他一定有原因啊，对不对？这是第一件事哈。第二件事情，民主党拜登已经81岁了，走路走一走摔倒在地，讲话讲一半就搞不清东南西北。还是不换人，民主党真没有人吗？不是的，他就是不换人，因为他心里有数啊，所以呢，你这边可以是正常的、传统的、勤奋的方法，做来做去，那边他的那一招一出来，那可能就是一翻两瞪眼啊，就是选举一翻两瞪眼，就可能是这个情形啊。所以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小觑哈。所以你说会不会有拜登曲线？一定会有曲线，只是是不是那么陡？那是另外一回事，总之吧，这个事情呢，就是反正美国真的就是今年大选是双方都输不起，双方都会竭尽全力。那共和党呢，你说共和党去搞些阴谋诡计，我觉得他搞不出来，他就不是那个 nature 哈。那民主党极左派他们什么都使得出来，所以今年的这个选举啊会跌宕起伏，会很多的事儿。当然了，作为美国华人，我总是希望说美国华人能够做些事情哈，能够 help with the situation。我也有些想法，还没有完全想成熟哈，还是在调查。其实我一路走出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对，那你说还会不会有？很不幸，我跟大家讲，我认为还有，一定还会有。对，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其实你记得吧？我们有问一对老夫妇啊。靠近一点。OK， 对，我们有问一对老夫妇，就是他们就是住在集会的附近嘛，他们就是他说他们就说是土生土长的德州人，然后呢结果就是他说就是从3年前开始，他们他们的农场哈，他们农场他是 Watkins 夫妇嘛，
这对夫妇，他们是有1900个英亩的这么一个农场，但是从3年多前开始呢，他们就家里就是被入侵，他说就是被入侵啊，为什么呢？就是很多这种非法移民，而且很多都是年纪轻轻的，背着背包，有的还带着武器，对不对？就入侵他们的这个家里农场。然后呢，在那里他说干什么呢？他们会想要偷就是去偷他们的车子啊，然后在那里就是乱弄一通，就是丢了很多垃圾在那里。他说他们几乎是就是说要一卡车一卡车的把那些垃圾给拖走，就是这些非法移民留下来的。所以问他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目前的政府的开放边境政策哈，在这种情况下还在继续做呢，而且是越来越开放。那他就认为，他说你就看看带来的效果，就这些人来了，然后呢就想尽办法，这些非法移民进来之后就想尽办法，让他们能够成为美国公民，对吧？能够住下来，甚至成为美国公民。然后呢，他们作为公民你能怎么样呢？就可以投票。那甚至在一些州，像在加州，非法移民都可以开始投票了，从学区开始。那么他说从种种这些迹象，你就可以看出，让开放这个边境，让非法移民进来呢，就能够让他们拿到选票。这个就是这位夫妇啊，这对夫妇他们的看法。好，我这里插播一句话哈，就是那个周末大 V 谈呐，这个周末大 V 谈是今天晚上的8点钟，其实就是1个小时前已经播出了。如果你错过的话呢，记得到干净世界首页上就会有哈。周末大 V 谈是几个大 V 在周末做的这个独家的只在干净世界上播的节目，我也参与了。主要讲的话题呢是中国的股市大崩盘哈，再加上另外的就是那个什么来着，那个纽约也疯狂啊，纽约也疯狂。这个非法移民到纽约的胡天胡地做的事情啊，真的是非常震动啊。那么之前就非常的震动。那这个话题呢，在周末大 V 谈里头有。好，现在我们还是这个大家记得哈，刚才我们那个基尼已经贴出来了，大家记得把这个存一存啊。待会儿这个节目完了之后呢，就请去看那边的节目，我觉得会很有价值哈。Christopher 说，那么是不是那除了内战不像就是无解了？还不一定啊。还不一定，就是说，出现这些个选举操作，我这么说吧，免得我不用那个词，大家知道我说啥意思哈。我用那个词之后，给这个频道给封了，大家都没法看。就他那些动作啊，他会取那些动作，但是那些动作够不够大到能够左右局势，这个确实很难说。也不是他有这个动作，他就一定能成的。因为经过2020年嘛，当然就是这个共和党这边非常的警觉哈，非常警觉，所以这件事情呢还有10个月。10个月就是互相之间的攻防之战，所以现在是未定之数哈，未定之数，不是说一定就会川普就一定输，然后呢最后一定会出问题。好，那么选举会内战嘛，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其实说实话，从现在哈，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从现在到11月份，我问了今天与会的很多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什么特点，都是那种你知道非常老实的美国人，非常虔诚，非常老实。他们说有一个明确从现在到这个11月有没有一条路一条章法走过去，他们其实没有，但是他们很虔诚哈，他们很有信念，就是那种你会觉得被他的精神所感动。至于说好的策略怎么去弄，这一点呢其实并不是很清晰，我认为是这样哈。那个今天觉得我就说的对还是不对？对，sorry。对，其实呢，就是说，今天我觉得就碰到好几个人呢，他们都是就是参与过1月6号那个在国会的事情的，而且呢，其中有2个人甚至是被起诉了，一个关了20天，还有一个是两项重罪，一项重罪加2个 misdemeanor， 2项轻罪，而且现在是陪审团审输掉了，连输2把，现在居然最高法院接了案子。大家知道最高法院接了案子，那可不非同小可。但最高法院1年接到1万件案子，他们只审得了100件，居然这100件中挑中了他们，所以这就有戏可看啊。对，这个年轻人呢，这叫 Ryan Zink， 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知道，其实他说他那个1月6号的时候他干了什么呢？他就是陪着他的父亲，他父亲那时候在竞选国会议员，他甚至没有进去国会，他在国会外面，然后呢就是说在记录当时的情形，
结果他说就除了他，就是只有他是被逮捕了。为什么呢？他是被原来的一个朋友，就是脸书上的朋友，对吧？举报了。然后就被调查、被逮捕，现在呢也是被起诉，但是他的案子呢现在是被最高法院接受了哈，他说在6月份之前应该会审理。然后但是我觉得令人很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 Ryan 啊，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他觉得呢这个就说他自己的像他自己和很多人这样的言论自由受到如此的限制呢，他说了一句话说。这就好像是共产主义在敲美国的门了。所以他说，在美国，你有问他们对吧？为什么会这么觉得？他说，其实就是说，在美国，他共产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他说，当他们这样来限制人的那个言论自由的时候，他说这就是共产主义。所以他说，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像他一样的受到这种构限他说他一定要站出来，他就是因为他去为了自己的案子去找那些国会议员的时候，他说没有人真的帮他，所以也让他，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气，也没有绝望，结果他说他就站出来，去竞选，他说一定要挽救美国，而且他还挺抱有希望的。对，所以看得出来哈，Ryan Zink 这个年轻人呢，他是越挫越勇，所以这个经历呢，就是没有让他缩回去，没有让他害怕，那么反而让他去跑出去来竞选国会议员哈，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好，我这里念一下哈利 Freely 说，我和一位素未谋面的川普支持者，一位年轻的妈妈都感觉很绝望，选举机制不改，我们根本不敢抱希望，学校都在洗脑，大学的课程都在骂川普，然后洗脑，你要是不同意立马不及格。我现在还觉得我说的太严重了。他现在重新走进学校后，发现他可能是他觉得我说的太严重了哈。结果他走进学校之后，我现在之前，我想你说的是我先生之前对吧？应该说我先生之前哈，我丈夫之前还觉得我说太严重，现在重新走进学校后，发现真的很恐怖哈。那么和他10几年前的学校的教育理念完全不同。对，没错，在过去6到8年之间。那么美国的学校出现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呢，一切都浮出水面来了。那么这真的是一个目前的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你说这个选举机制不改哈，我想跟大家说，我就是想再动这个选举机制，我就想动这个选举机制 ，OK？ 因为所有的环节、所有的问题包括1月6号这些东西都是那种叫做什么左派跟右派吵，针尖对麦芒，很难吵出个结果来。所以我们需要挑一个中间战场，这个中间战场是没有争议的，就是没有什么好说到的，也是非政治性的，也是非政党性的，也就是说一个公平的、合理的这个叫选举制度，那么大家都应该支持，最起码你反对他的时候你说不出来。一旦把选举制度改变之后，我跟大家说哈，一旦把选举制度改变之后，一切就都有可能啊，这就跟台湾一样，我从台湾回来，对不对？大家看到台湾的选举干净利索叫做简单、透明和高效。台湾1400万张选票可以噼里啪啦8加4个小时就可以搞定，美国什么搞不定？所以台湾作为一个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坐标一个参考的选举制度，把这东西拿来借鉴，美国为什么做不到 ？OK， 那么这里头台湾的涉及美国争来争去的什么这个叫做什么身份证的问题，这个叫做公民的这个资格问题，电子鼠票这个电子鼠票问题，台湾的选举一一给出了清晰的答案。OK， 所以为什么不能借鉴呢？这就是美国现在的这个我觉得的一条出路哈。但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说过，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过，这个东西需要公民力量哈。你如果指望这些民选的国会议员去做，就跟当初我跟大家说过的林义雄他为什么要搞千里苦行，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些立法委员他听党的，他不会听他的。那么对于美国的有些党派的人，就是他因为松松散散的选举制度可以上台，所以呢他就说基本上就是一个，他干嘛要改他呢？改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所以这里头就公民力量也要出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所在的州有3000个人，3000个义工的团队决定要到州务卿和州
州议会，我说州议会不是联邦议会哈，州务卿和州议会门口去做一个3个月的静坐。然后呢，你呢是其中一个人，每个星期轮到去半天，愿不愿意花这时间？愿不愿意花这时间？这是我给大家提的问题哈。你如果不愿意，很坦率的说，你不愿意就写个我不愿意，或者我没时间去。你如果愿意的话呢，你就是愿意。我很想知道一下啊，我们在座的，当然了，基本上我就是还是在美国的吧，这个美国的观众朋友，你愿不愿意？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哈？美国毕竟是个民主制度哈，民主制度就涉及一个公众压力是很有效果的，非常有效果。但是美国的老百姓他不动。那么这一次老百姓是动了，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这个卡车部队，但是卡车部队没有清晰的诉求。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啊，他们非常好。这帮人真的，我觉得在场，我觉得很感动。很多人真的是什么都丢掉哈，一个妈妈哈，一个叫做 Mom for America， 3个小孩子甩给爸爸，叫爸爸去做 homeschooling， 他自己全职出去来做 Mom of America， 非常好的人。但是呢，他们在实施方法上，他没有一条清晰的路。OK，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可以提升的地方哈。所以我想做的是，我想在给大家征求意见是什么呢？如果2个星期以内排半天的时间，那么去到州议会去，门口打上清晰的牌子，去做一个静坐啊，清晰的东西。那么您愿不愿意去做？刚才说田兰说了，愿意去静坐1天没问题，好，非常好。其他人呢，有不愿意的，有愿意的吗？就写一下哈。我真的很想去做一个调查，因为我想说的是什么说的？我用简单的话说哈，台湾把这个话，台湾做这个事情比较多的话是那个民进党哈，民进党它是社会运动起家的哈。那么这个社会运动在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像这种偶尔来那么一次哈，这个卡车大部队这个事儿哈，它不是那种系统性的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就是保持一种持续的公众的社会压力，让媒体没法躲，让这个被诉求的官员没法躲，被诉求的官员的所有的办公室的员工天天看着 ，OK 都没法躲。哦，这个 Janice 说这个静坐身心健康，嘿嘿，是没错，可以在那静坐哈。哎，到目前为止8位朋友都说愿意。我跟大家说哈，大家请你要真的不愿意的话，你也写出不愿意。我很想知道坦诚的大家的意见。这个民意统计对我非常重要，OK，我们大家知道哈，这个民意的启动啊，就是从一个小小的血河开始滚起来。美国，我认为美国想出去静坐的人，能够静坐的美国人，他多了去了，但是没有人组织这样的事情。他组织起来的背后那个诉求呢，他也不清晰。他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东西。我现在想跟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的选举制度，刚才这个好几位朋友已经这个讲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到位了哈。你要选举制度不把它 fix 的话，你很可能到头就是没戏的。你这个川普人气再旺，民调再高，到时候就是一翻两瞪眼的。选举那一天一翻两瞪眼，是不是？所以呢，在目前还有时间的过程中，美国不光是为共和党，对民主党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有一个像台湾那样的可靠的、可信的、不会被怀疑的、谁也说不出什么来的、符合 common sense 的选举制度。世界上第一民主国家不可以，它的选举制度是第一荒唐，现在就几乎是这样的。但你不能怪美国，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美国的选举制度是一个 honor system， 一个国家用 honor system， 不用严刑峻法哈，不用这个严格的法律而能运行这个国家，是这个国家的光荣。是个国家的荣耀，说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素质高。但是对不起，如果说有人没有 honor 的话，你就不得不立刻丢掉 honor system， 立刻把法律扎紧，对不对？否则就变成好人被坏人欺负，选举就完蛋了哈。这里之前有位朋友叫德高和哈，他说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台湾人，美国人想要更多选择，所以选举时间拖得久。对，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但是大家要知道哈，在1789年，我们知道美国哈是叫做选举是什么？11月的我这很拗口，反正就是第一个星期天的第一个星期的第一个星期二。为什么呢？因为星期天要做礼拜 ，OK， 那么星期一要投票，可是你离投票站在一个城市里头很远，你要坐着马车去或者骑马去，要去1天，所以星期一去那里。这个路上旅行，星期二投票，星期三呢正好你去的时候就把
农作物带上，星期四在城市里的那个市场就开始做交易。也就是说，跟当时的生活对状况是有关系的。对，所以我想说什么意思啊？当年的美国花一天去啊，投票啊，要花一天去啊，选出自己国家的未来领导人，他愿意花一天去啊。现在说就是我不想去，我现在的投票站离自己家里大概最多，我认为只有15分钟，一般就5分钟到10分钟。人家当初是花一天24小时去的，坐上赶上马车牛车，还要拉上那个家里的那些个农作物，好去卖一通，别浪费了。当年能这么做，今年不能这么做，今年不能说得过去吗？所以是胡扯啊，在我看来是胡扯。就说 Christina 说，美国想改变选举制度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毕竟美国人不是那么积极，也不是那么在乎。好，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哈。大家知道哈，如果选举制度有问题的话，什么都没有用，这点大家同意吧？我认为美国人呢也会同意，只是说呢要把问题提得特别的直白，就非常 common sense 的问题。比如说，美国公民才能投票，可是没有办法去确定谁是美国公民，这件事情大家想想荒不荒唐？第二件事哈，没有身份证的话，意味着什么？投票那个人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人，这件事荒不荒唐？就这么说，荒不荒唐？第三件事，数票，你一个选举的公平性你也搞不清楚，你还加机器来数票，还得搞清楚跟机器的公平性，对不对？你不是把一个问题变成2个问题吗？荒不荒唐？对不对？所以这种最基本的问题问出来，让美国人都能点头，让跟大家讲说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改，不是说民主党，不是说共和党要改，不是说保守派要改，是美国要改。美国前200年都是一天投票投完的，台湾也是一天投票投完的，没有任何的争议。我给大家讲个笑话，是吧？我跟你讲过个笑话没有？那个我可能大家没听过，听我讲这个笑话哈，有点啰嗦。那个有人听过了，台湾人对不对？台湾人、中国人和这个什么来着？北韩人还有美国人4个人在联合国讨论哈。有人说一听这个笑话很高兴的，台湾人说范伟把台湾弄回联合国了，好，权且如此，好不好？那将来哈，台湾人就说我们选举最棒，我们这个早上一投票，晚上就知道被选的领导人是谁。中国人就说你那算老几啊？啊，我们这个还没有投票之前。1个月之前我们就知道领导人是谁了，哈哈哈哈哈哈！那北韩说，那你也就是了不起的，我们在投票之前，我们20年前就知道被选的领导人是谁了，哈哈哈哈哈！最后哭的人是谁？就是美国人。美国，我们上个月投票到现在也没数出来到底是谁，就讲这个例子哈。所以美国作为这个老牌的民主国家，现在成了垫底的了。我们要跟美国人说，这种非常 common sense 的问题，我们不可以没有答案。你不能说。穷人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不能用身份证哈？就因为穷人付不起，就是一句话，挡住美国全国都不能有这个身份证的共识。就补充一下，今天不是有一个嘉宾说嘛，他说不光是有的时候不是付不起，有的说呢就说有些人他不懂得怎么去办身份证。他说他每次看到媒体这么报道或者有人这么说的时候，他说他其实看到很多那些被他们认为是这样的人呢，都觉得说是被他们侮辱羞辱了，对不对？他说他们没有人能笨到说不弄身份证，或者说是没有钱去弄身份证。对啊，开玩笑，你什么坐飞机？你坐不坐飞机吧？坐飞机就得有身份证，对不对？你干嘛了？进酒吧那也得有身份证。那么现在哈，所以呢这些东西都说不过去，都是瞎扯的。这些瞎扯的东西一定要把它 call out， 要明明白白的说你在瞎扯。好，就算你真的办不出身份证，那政府给钱就好了，非营利组织给钱好不好？一张身份证给你20块钱，你不就行了吗？你不能用这件事情叫因噎废食，这就是美国左派啊，美国共产党极左派的最惯常的东西。他找出一个穷人，他付不起身份证，全社会都不能有身份证，这就是美国的这个极左派这种胡扯啊，就是把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变性的小孩子，觉得自己是男生，去女生厕所不能去，非常郁闷，于是把男女厕所全部打翻掉，这就是胡扯嘛，对不对？那人家希望男生去男生厕所，女生去女生厕所的，这千百万人他们的权利怎么办？你就同情这么一个人，所以这都是胡扯，这些胡扯一定要把它说出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胡扯可以成立？为什么在美国刚才说的这些胡扯可以成立？因为他用媒体一而再再而三3而4 4而5的去重复，说白了就是葛佩尔那一套，叫做谎言重复1000遍就是真理。他反复的郑重其事的说一句瞎扯的话，
最后就是说来说去就说成了一个说法了，就好像有道理了，但是半点道理都没有，所以就必须去说你半点道理都没有，完全是胡扯。OK， 你说 Vote ID， 你再去强辩怎么样？政府就出钱给你办好了，那不就行了吗？政府出钱给你办，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穷人担心什么？再说你穷人不坐飞机吗？穷人不用使用身份证吗？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这都是胡扯。但是即使胡扯也可以解决哈。好，我说刚才这个你要的这个民意调查有一个结果了现在58位朋友有投票了，93%说是愿意去静坐半小时的，然后半小时半天呢？半天 ，sorry。对6%说是不愿意的。好，非常好，非常好。我跟大家说哈，如果其实我想还有更多的朋友还没有投票，对，我们投的越多，这个民调就越准确。对，所以如果您还没有投的话呢，麻烦您再来投一投，好不好？好，我跟大家讲哈，我跟大家说的征集的这个民调，我不是说着玩的，OK， 大规模的民意起来，那么给他的国会议员。给州务卿、给县选务处施加压力，在 local level， 美国越地方的事儿越好做，他越抗不住压力。你要让加州的州参议员去听你说话，加州3800万人选出2个参议员，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州议会是80个参议员，加州除上80，你的问题减少1/40，这就是在 local level 起作用的关键之处哈，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哈，美国人可能不习惯做这样，但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难做。大家想想看，2个星期花半天时间，你去要求正面、强烈、绝不妥协的要求，本州的选举制度必须废除那几个很荒唐的东西。我跟你说，有3000人出来，那就是巨大的压力。要么就让他选举制度真的可以改变，要么是什么呢？要么他会觉得这个压力太大，大到他耍手段，他都心情负担非常沉重，他都不能展得开。如果是3万人上街的，不是上街啊，3万人到这个办公室门前去静坐，如果是10万人的话，那根本就完全是扛不住哈。所以这是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做的事情。但我现在想知道我们的选民哈，就是华人，大家在这里做一个民调，如果只有一半一半的话，那我想是一回事儿。如果90%对10%的话，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些数据我都会拿去说服美国人。我说这种西方美国人哈，就美国的美国人。有朋友，我觉得他讲的这个也是我刚才心里想的。他 KFK2060，他说穷人买酒也必须要有身份证的。对呀。然后呢 HFC 说台湾办身份证没钱，政府出。对啊，这个是对，这已经是有些。而且这位朋友他说他曾经在台北市内湖行政中心前新民国小投票，早上7点等1个小时8才开始投所以呢，就是他说，另外呢就是上台监督票箱的开箱前2人监督，并拿给其他民众看签名后封箱。开箱不可离位，直到结束。这跟我们当时的因为我就到投票站去观选的哈，是讲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还是有人就觉得说，就是好像这个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德高和他讲嘛，川普支持者和川普反对者有明显差别，对选举的热情不一样。前期投票的以川普支持者为多，后期投票的以反对川普者为多，拖得越长，川普越难。好，我对不起，我要更正一下，我跟大家讲哈，2020年怎么输的，2022年怎么输的，叫做收割选票，就这么一句话，收割选票，主体是这个收割选票。那别的东西可能有哈，主体2022年的中期选举。对，收割选票什么意思呢？选票大量发出去，大家知道大量发出去不算数哈。如果选举是个公平的话，很多人收到选票他是无动于衷的，因为他对政治参与才真的没有兴趣。很多左派的群众对参与政治是没有兴趣的，大家相信我哈，右派兴趣高很多。所以你刚才认知跟我的了解正好相反。但是有组织有系统的上门去敲他的门，说这个票就投给他好不好，我帮你填，这叫收割选票。他都会说 OK，
何况再给他点什么好处？但我没有具体证据哈，我只是一个常理推断，这叫做收割选票。在收割选票大规模实行的时候，投票的意愿将不再重要。所有美国200多年来投票都最后讲的是一个叫做催票出来投票催票率啊，叫 turnout rate， 在今天的美国已经不重要了。为什么？你根本就不需要投票，你是个人头，人家上门只要组织系统上门来敲你的门，叫你点头就可以了，甚至可能都不敲门，跟你打个招呼就完了。这就叫做收割选票，这就是决定美国现在大选结果的最重要的那个因素，收割选票。现在共和党想怎么做哈？我跟大家说啊，我今天我一直在问他们想怎么做，他们也想去收割选票。第一呢，收割选票是不道德的，这是不对的啊。共和党现在想以暴易暴，也不是以暴易暴吧，以诈对诈。第一呢，以诈对诈在道义上不合适。第二呢，你搞不过人家，因为人家几十年的锤炼，他的基层组织。共和党今天这几个月才决定开始做，你怎么收割得过人家？问题是要把收割选票废掉。收割选票不可以做，在选举那一天，美国200多年来举行的选举的那一天，在那之前任何选票都不能出去。一旦投票完了，任何选票都不能离开，这样就可以杜绝作弊的95%的情形。大家想想看，我说这个事情都是很常识的东西，我没有在讲一个很深奥的东西，对不对？一场选举，大家同意很重要，对不对？很重要，大家同意吧？决定国家的未来，领导人哈，人类历史上用战争、用什么、用暗杀、用宫廷政变、用战争才能决定的东西，现在用一场选举投票就可以决定，它重不重要？很重要。第一，很重要，对不对？第二，既然很重要，就不能作弊，对吧？不能作弊。一个简单保证是什么？在投票前票是不能出去的，在投票之后票也不能出去，你就没有空间去做票，没有时间去做票，这点大家不同意吗？对不对？公平起见呢，当天才能见到票，投完就算数。光这一件事情可以解决现在90%以上的问题，再加上不让机器选票，这个 voter ID 等等之类加上去，就美国的问题就解决了啊！大家公平竞争啊！共和党如果输了，心悦诚服，好不好？就这么个情形。好，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哈，我们不要今天在美国去搞一个政治的争论。就是1月6号，大家都知道，我在座的所有的观众，不是所有的观众，绝大多数90%以上是1月6号是个冤案。可是你想把这个冤案弄直了，你需要什么？耍完了嘴皮子也没有用啊，你还得掌握司法部，你还得掌握参院，掌握众院才行。这就是循环嘛，对不对？就是你要的东西本身就难度高到不行，你要那个东西之后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要最基本的东西，美国要有一个基础的一个谁也不会抱怨的公平的选举系统、选举制度。不仅共和党不抱怨，民主党也不抱怨。怎么做？老百姓出来做。好，这里有位朋友啊，Inspired Michael， 他写了2个问题，比较长的，我觉得对也很值得回答一下。他说：“抱歉，方伟老师，有2点必须要跟您请教。第一，每个州的选举政策是由每个州自己决定，所以你们静坐是不是应该去那几个摇摆州？”对，理论上是，但是我跟大家说哈，但是不能这么急功近利，因为一个制度哈，一个好的制度在全国内全部要推成一个全民共识。你如果说哈，当然，那你这个加州的华人跑到哪里去啊？跑到宾夕法尼亚州去也不是不行啦。人家最后问到你是哪州的人，你说起话来总是觉得有点穿帮的意思哈。今天在加州，我跟大家讲过哈，你去看加州选举法，怎么证明你是美国公民？你自己声称我是就是，你说我是就是 ，OK， 就这么简单。好，导致什么结果呢？有的人会说加州全蓝州啊，加州输光了也没关系啊，有关系啊。如果让这些人可以随便这样搞进去的话，加州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院会全军静默，所有的议员都会是民主党议员，比现在再丢掉10几席，这是动美国大盘的，是不可以这样子的。所以呢，任何人所在的州就地要做你该做的事情，
我能补充一下。哎，你说。对，其实呢，加州就是大家可能都认为说，哎呀，像加州这样的州，它就是一个蓝州，就好像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哈。其实不是这样，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加州的它的选举法哈，就是真的是可以说是荒唐到无以复加，对吧？你就是随便什么人，说实话，按照他这个法律。就可以说，我就可以去投票选举，对不对？但是呢，你想想，在80年代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每一个 county 哈，共和党是赢了每一个 county 的，对不对？那时候把里根选成了那个总统嘛，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里呢，其实我们想要强调的就不是一个党派的问题，因为说实话，在美国它的这个选举制度里面出现的弊端呢，不仅说现在是共和党人非常诟病，其实比如说在2016年的时候，就有民主党人在诟病那个机器。啊，这个都是有证可查的。当时就我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其实呢，就说要求有一个公平、透明、公正的这样一个选举呢，应该是每一个党派他所诉求的，是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也不应该是有党派那个之争的。所以我们的诉求啊，要沟通到这个地步，谁党谁心里有鬼，因为我们绝对没有任何自私的。这种自立的这种意思在里头哈，全都是本来也就没有党派就事论事。好，我们再看一下 Main LZ 啊，说没有真正的啊。那个 Michael 的第二个问题来，他就是说，有电话进来。做节目来这个都是很 embarrassed 的哈，抱歉。来，好，那个Michael 的第二个问题，哎呦，现在有好多第二个哈。等一下，你第二个，对不起啊，我现在插播一个重要信息，就1分钟哈，因为下个星期就是中国新年了，对吧？所以过年送礼呢是我们华人的传统，特别是你要想得到的话，就是海外华人，我想你的亲人朋友会觉得很温暖哈。关键就是买什么过年的礼物，这总是很头疼的。我就还是推荐您哈去看这个蓝莓优品，它有个年货的一个优惠活动，叫健康活力新起点哈。为什么去那边地方呢？因为所有的茶类的产品都是打85折。包括我最推荐的那个茶叶哈，一个台湾的特级的人参乌龙茶，全部的韩国的红参产品，在平时特价基础上再打9折，而且买红参这个叫做单品和这个红参组合哈，还额外送一个韩国的 KG 的面膜。所以呢，让你收到礼物的时候里外都健康美丽啊，好吧？这些礼物其实都是蓝莓优品他们这个网站呢精心挑选的。那不管你想照顾自己啊，还是照顾家人啊、朋友啊，那么这都是过年的时候去买这个礼物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理由哈。也是在支持我们这样的自媒体频道哈，非常谢谢了。怎么做呢？在这个点击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的这个链接哈，进到活动专区任意挑选礼物就可以了。因为活动已经是最低价，所以就不用这个方伟的那个你的优惠码了。为了帮助不方便网上购物的朋友呢，蓝莓优品还提供电话，打电话就可以了哈，800-880-5697哈，800-880-5697，看下面就可以了哈，工作人员可以帮您下单。好，我们回到刚才那个 Michael， 下一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OK， 好的，方伟其实也是不忘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过年的时候带来好的一些推荐一些好的产品。Inspired Michael 他第二个问题，他说不否认选举中有种种弊端，但是这些弊端真的影响到大选结果了吗？如果真的有证据证明这些弊端影响了大选结果，为什么法院到最后都没有推翻选举结果？如你所说的话，那么法院是不是也被收买了？好，这是很好的问题哈。我就先跟大家说一点，在2020年这个大选的结果哈，法院没有接一个案子，然后裁决下来说你说的不对，没有舞弊，法院是不接案子。不接案子为什么？那我认为是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规模啊，这种指控或者这种指控哈，这种大规模的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包括最高法院从来没有面临这样的案子。对他们来说就是个烫手山芋，他要有胆他才敢接，他没胆他就不接，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其实比较深层，很多的建制派的法官他们不喜欢川普，他们不愿意为川普冒这个险 ，OK， 他们不愿意为川普冒这个险，因此就算了。
当然了，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到现在会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比以前会好，因为4年下来，大家看到了4年下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比以前好。但是当时的我就这么理解，这个事情。至于说你说有没有当时有没有这个叫做大规模的那些个动作？你要问我的话，我确认有，因为我有没有证据？我有足够多的我看到的东西，但我自己没有去做调查，因为我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我想补充就是说，是不是说法院，那为什么就没有去推翻这个结果？其实我之前呢有采访过，斯坦福教授嘛，就是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汉森教授他非常的有名的顶尖学者，他就提到，就是说，在美国，其实我们都认为呢，而且应该是，法院它其实是一个无党派的，它不应该受任何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大法官更是如此。但是呢，很不幸的是尤其是在就是最近这些年吧，这些大法官们呢，也是不得不受到很多的影响。大家还记得吧？像那个新的法官那个 Kavanaugh， 对吧？家里就外面就被那些左的支持者抗议甚至弄得非常浩大。那么而且呢，就是在他们的私人聚会中，因为这些大法官们他们去参加一些比较上流社会的这些聚会呢，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在这样的聚会中，他们去参与过程中间，他们也是受到了很多这些旁边的人的压力，还有媒体的报道的压力，就说他们照道理不应该受到这些压力，但是呢，很不幸的呢是受到压力的，所以他们的做的决定呢，也是受到了这样的影响。好，下面另外一个问题，克里斯蒂娜说，那次有重新验票吧？大家知道，如果是收割选票的话，重新验票是没有用的。那些人确实真实存在，是说他从来没有想过投票，被人家上门来去收集他的选票。OK， 所以呢，为什么后来2次在密执安州，在那个什么是密执安是威斯康辛记不得了，还有一个在亚利桑那州，为什么验票后来没有验出结果来？收割选票的话，验票是验不出来的。OK， 好，另外呢，就是 Susan 说 ，One day, one vote on paper, in person, voter ID. Yes, exactly, that's it. OK, one day, one vote on paper, in person, voter ID plus no machine. OK， 就这意思这样就可以解决，而且所有这背后全都是常识简直就是常识。好，那么美国自由的灯塔暗了吗？我跟大家讲台湾我怎么看台湾？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民主的新学生。那么从台湾的千疮百孔的民主制度下，那么舞弊下不断的 fix， 最后把它做好了，这是台湾的一个进步从不行到行。美国呢是从行到不行，为什么？因为200多年全是运行有序，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的道德在那儿，不会作弊，不会乱搞。今天有人决心要乱搞，为了权力一定要乱搞，所以美国的 honor system 就站不住脚了。所以美国是从行到不行台湾从不行到行。美国现在真是不得不学台湾就像说这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就是法律，没办法所以一定要走法律的道路。但与此同时我跟大家讲与此同时，美国人一定要恢复自己的道德和信仰，从学习美国宪法的原则开始。OK， Christina 说误会你的意思了说的是台湾选举那一次。好行，反正我说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么情况。刚才好像有人说还有这个哈利就说买了很多方推荐的鱼油送给我爸，效果不错，味道很特别，没有鱼腥味真是这样的。他那个鱼油它那个没有腥味，吃起来就跟那个青菜有点像我也觉得很奇怪他其实拿菜做的皮，你知道那个胶囊是用菜做的，是那个玉米。玉米，反正就是反正不是化学物质就对了对，我也觉得就是方伟一般对吃这种东西没啥好感的，对，比较挑嘴一点，抗议的抗拒的。结果这个确实普瑞堂这个鱼油，方伟是吃起来就觉得像吃零食一样，确实不错。MELZ 有说，川普根本不需要花如此精力攒人气，他需要的是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预防拜登曲线。我得跟大家讲川普制定不了，为什么？因为选举是各州做的，川普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去管各州，各州的人民要自己去把各州的事做好。这件事情是个好事
否则你指望谁去解决全国的问题？现在是三权分立嘛，互相制约，参院、众院这总统。现在三权力如果分开的话，现在是分开的，对不对？两个在民主党，一个在共和党，你就什么也做不了，更不要谈这么大的手术。但是你回到各州，其实好办的因为这个问题减少成原来的几十分之一，然后每一个人又可以参与。所以我再次呼吁一下大家你说一下，你会不会出来静坐？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刚才也有朋友说，好像在美国，就是很多人对于选举啊没啥热情。其实呢，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这样的。你比较在台湾，它的那个投票率70%、80%都是正常的，在美国30%是正常的，对吧？我的感觉就是这次到台湾，他们就是说，台湾人因为他经历了这个白色恐怖，对吧？一党专政，今天他能够拿到，他从1996年开始才可以选举，他的那个总统府在2000年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24年前才开放给民众，就说台湾人民啊，他是经历了，就说是很不容易的拿到了这个投票权。所以他们特别珍惜，像这种残废的或者说年长的老人呐，他们都坐着轮椅由家人推着去投票，他的投票率那么高。那么美国呢，而且他在就是说在讲台湾，他在这个几十年过程中间，他就把很多就是在选举上面不完善的地方，一些作弊的，比如说在投票办当中，结果就什么数票办当中就停电了。对吧？这个事情他们都 fix 了，所以今天才有这么一个非常 clean 的很干净、很简单又透明、公正的这么一个选举。那美国呢？美国人就是我问美国人，他们自己也就是说自己就是因为岁月静好，有点温水煮青蛙，他们很多人自己意识到了，太舒服了。结果呢，就是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道德下滑了。所以原来国之父所制定的这样的一个宪法，制定了很多的，就说并不是很强制人的那种法律呢，结果就被道德不好的人钻空子了。那么如果人就是说又不去意识到的话，所以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形。但是总体上来说呢，美国人尤其像今天在这个他们的卡车集会上面。边境的卡车集会上面，我就发现他们其实他们来说是为什么？他说他们要向政府来表达他们的 grievance，他们的不满，他们也是在 follow 这个宪法的规定。就是美国人大体上绝大多数人，不管他们就说是什么党派就人非常的善良，而且呢，很多人他真的就是想要守法的。有那对夫妇嘛，就住在边境的夫妇，他跟我们说，他说。他们现在发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原来支持，就是说还不是保守派的，他们因为边境问题，现在也就发现说呢，这样的政策是对他们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为这一次的选举呢，今年选举其实还是抱有一定希望的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在美国呢，其实还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呢，很多人就是需要他们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好，谢谢新田这位有一个韩国的朋友这个名字我念不出来了。你说我觉得美国选举制度太复杂，应该简单透明化。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台湾的选举，第一简单，第二透明，第三高效。简单透明高效多好，我们为什么学呢？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当然我们光学不一定能说服美国人，要把台湾的选举最好的选举，把它的基本元素抽出来，变成非常常识性的问题。让美国人看了之后只能点头，包括民主党在内只能点头。在这个基础上，在各州和各县施加力量，大家能听明白在各州和各县，我跟大家讲我觉得我希望我在这说的希望，你要觉得我说的很不靠谱的话呢，没问题，你直接跟我说。美国的华人要做这个雪球的血核心，滚这个血河。美国华人做这个血河这件事情呢，激起的共鸣感会很强。因为它门槛不高，2个星期才半天，为了一个国家的未来，那么难做吗？很多美国人都可以做的，甚至他在等说，因为很多美国人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觉得很郁闷，他不知道怎么办。你现在告诉他一个办法，这个办法还能
指向一个具体的结果，可以改变本县或者本选举制度。对他来说，他是愿意参与的，但是呢，必须有人先开始。谁开始？我跟大家讲，美国华人先开始好不好？大家行不行？如果呢，我这里有足够多的我的观众的支持，我会开启这件事情啊，我会开启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可以做得起来而且在美国呢，就是对，真的，我觉得我们经历了共产党中国那一套，说实话叫曾经沧海难为水啊，就是美国的这么点小事儿，我是觉得，我觉得真的很容易弄，就是能弄的哈，在中国真是没办法呀，你四通桥上喊一声，自己命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在美国可不是这样啊，这种机会如果不用的话，那真的就看着放弃。以后自己儿孙以后的家园没有，我们没什么可说的哈。刚才有一个朋友说哈，说这个问题很好，说民主党也有小孩啊，他为什么他难道他们一致认同这些腐败的政策吗？这个 Kid 说的哈，我跟大家讲，你认为是腐败，我认为是腐败，他认为不是腐败，这就是一个人教育的学习东西不同。他还认为挺崇高的，特别是年轻人哈。当然，这个他的很高层的，他有他的心机，他为了追取权力。多数的民主党的群众，他也带着很好的理想啊，只是他这个理想是个错的，但是没有人跟他讲着，他不知道是错的，所以他诚心诚意的做他的那些事儿。所以这就是列宁当初说的嘛，叫做 useful idiot， 有些人就是有用的傻瓜。在列宁看来，这些人就是傻瓜，可他有用啊，因为他傻瓜嘛，所以他自己就不清楚哈。所以他就不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哈，他没有认同是腐败，他认为这是一个天下大同啊，这个就不能让富人太富，这个天下大同的一个做法，关心穷人的做法，这他是那么个意思哈，对，那个有朋友他是Sally，他说他在 LA 老人不驾车他在家里为他们祈祷。另外呢，有一位朋友他说他在这个。是南章，他说是心有余力不足，因为不会开车，87岁了，所以呢，我们的民意调查不方便回答，因为是呢他去不了，不是呢不是他心里想的。好，我再跟大家多说一句哈，做件事情还需要个东西，需要钱，需要资源，钱拿来干什么？做公关。我们这件事情一定要做的超出华人，要到美国人那边去，也就是说这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行销推广推到每个美国人的面前，让他看到这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是常识的问题，简直是没有办法说不的问题，要做这样的事情。OK， 所以呢，如果没有精力的话，可以拿钱出来。OK， 但是我说到这儿我还是比较主张说，华人中有钱人，我觉得有特别的责任，因为有钱人你不会被 cancel 啊。美国对于这个生命自由和这个幸福的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保障哈 ，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 这保障是非常强的。OK， 美国现在想剥夺一个人的财产，是很难做到的。OK， 所以对一个富人来说，今天我觉得富人美国的有钱人，包括华人，美国的有钱人是非常，我觉得甚至可以说你是有使命的一批人，因为你有资源。大家知道在古希腊哈，在古希腊，我跟大家说过那个有一个什么索伦啊，有个索伦的改革。索伦改革什么意思呢？他说公民要分成4等，财产最多的人是第1等，次多的第2等，再是第3等。也就是说，财产越多的人，他政治权力越大。OK， 大家知道美国没有实施这个，对不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钱再多也就是1票，但是美国你把财产拿出来，自己花钱去搞政治宣言，去搞政治运动，去说服别人，这是你 First Amendment 最高法院裁决的非常清楚。所以索伦改革的精神在美国是体现出来的，只是不是体现在你财产多，你票多哈，你可以从别人那把票弄来，你花钱，大家知道你捐给一个人你捐给一个政治竞选人，捐了多少钱只能一个上限，可是你如果自己要搞个 Super PAC， 放几千万几亿块钱都可以的。这就是你的财产转化成你的叫做什么来？你的第一宪法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所以呢，就是说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有钱人呢，第一生活无忧，第二不会被 cancel， 你不怕被工作被人家那个，这样的人呢，我觉得是又享受美国的自由，这样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也是珍贵的一群人。我给大家举例子什么样的人是这样的人？伊拉马斯克，对不对？买了推特这个比尔艾克曼单挑整个的这个藤校系统，是不是？
就包括说那个 Victor Hanson 教授，他都说，因为我有我的农场，所以我就不像斯坦福别的教授那样不敢讲话，我就敢讲话，就这意思哈。所以呢，我觉得哈，就是有钱的企业家，那么你想有钱在中国怎么办？有钱越有钱越危险呐、这马云，而且第二天可能就蒸发掉了。对啊，你还特别容易蒸发，可是你在美国你特别不容易蒸发。所以如果有钱的话哈，人又在美国，我觉得呢，把资源拿出来，配合上现在我看到90%以上的愿意去静坐，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雪球滚起来。有钱，有基本的人群，我们就可以滚这个人群，把它滚到美国人那边去。即使不可在10个月之内不能改变关键州的选举制度，会造成一种巨大的社会气氛。这个气氛就是谁都谈美国的选举有问题，这些问题不可以发生，都可以抑制这个事情哈。所以这就是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想法哈。其实我总是想要在这一点有个补充哈，就是方伟说这个有钱人呐、你这个财产不容易被看守掉，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哈。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其实呢，在美国如果就是说能够发展的特别好的啊，在财务上啊也特别好的话，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归功于什么呢？尤其对我们华人来说，能够积累财富，还不是归功于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对吧？它的制度。它的自由经济、自由市场啊，各方面的自由，才能够让我们这些企业家、商人可以有这样成功的一个事业，对吧？但是呢，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看守不掉啊。大家就知道，在加州啊 ，Proposition 19，刚刚那个方伟前2天在做过节目的，他就在悄悄的、变相的想要来剥夺你的部分的私有财产了，不是吗？所以呢。每个人都不安全，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就这些比较像方伟指的有钱人呢，他们可能比一般的上班族哈，一般的工薪阶层呢，比较有这个就是抗被 cancel 的被取消的一种能力，暂时的。一旦假如这个美国的方向继续往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走的话，就是我们这些有钱人的朋友，对吧？他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危险呐、就私有财产会剥夺，所以这个我觉得更是一个理由。这样的朋友呢，也是更应该站出来，因为目前他有能力站出来，那而且呢，做这个事情呢，也是为了自己。对，就是在民主社会哈，在自由民主社会，有财产就意味着有实力，就这个意思哈。这个实力要把它使出来哈，我就把它使出来。好吧，我觉得大家还有讲到说其他的一些方面哈，包括1月6号来很多人觉得很冤呐、包括说川普的司法官这个巴尔啊如何，我觉得那些东西去纠缠他就很不是纠缠哈，那些你去把它厘清它就很辛苦，前面的门槛太高，没有门槛的就是简单透明的选举，美国必须有，现在的 honor 系统是不行的，不可以没凭没据的就去投票。啊，什么身份都没有去投票，就能投出一个结果，然后下面4年就是你投出来说了算，那不可以的，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我就在这儿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今天讲的话题其实很重要哈，我就跟大家讲很重要。所以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要觉得要参与的话呢，就表示一个参与。好，最后 Nancy 就说希望在美华人都能响应方伟的倡议，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如果所有的华人都积极参加，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Janice Lu 说，美国能够越来越好的话呢，世界他国也能够越来越好。好吧，今天一下讲了70分钟了，我一般不太想超过这个1个小时哈，但反正这些事就是很多，跟大家谈谈呢，我觉得也挺好，希望大家喜欢这样的节目。走之前呢，记得能够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然后非常谢谢大家的观看哈，还有就是过年啦，这个来美优品哈，买些礼物，那么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和自己，还有帮助我们这样的节目，好吧？关于说今天讲的一些话题的后续的动作，我会给大家更新。说实话，就是我现在手里能够做这些事情哈，就是因为我们的观众啊，这是我们之间吧，真的是有一个相识和熟悉的过程，所以呢，真的 you never know what would happen。从一个做正确的事情，然后 leave the rest to heaven to God。好吧 ，OK，
好，那我们在这就跟他说，里也给大家，也有很多朋友说，哎，拜个早年呐、我们呢也是给大家拜个早年啊，非是常呀感谢我们的朋友，这么多朋友留言，这次没有办法全部回复，好，新年快乐哈！哎，龙年吉祥，2024年让它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棒的2024，好吧？OK，好，拜拜。